加拿大年轻夫妻浪漫露营，惨遭饥饿黑熊疯狂袭击，丈夫为救妻子与猛兽近身厮杀，结婚纪念日便忌日。据《国家邮报》报道，马克·乔丹和杰奎琳·佩里正在庆祝他们的第4个结婚纪念日。作为热爱户外活动的夫妻，他们决定用一次为期2周的露营之旅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。目的地是加拿大的密西尼比省立公园。2005年9月，马克和杰奎琳将车停在密西尼比省立公园的停车区，两人合力把双人皮划艇从车顶卸下，放入河中，装好装备后，一同登船出发。荒野的宁静让人沉醉。旅途最初的几天，他们几乎没有见到其他游客。他们在偏远的露营点靠岸，很多时候，唯一能证明这里曾有人停留的痕迹，就是一个被称为雷箱的简易厕所，一个3面围挡，下方只是地面深坑的设施。在其中一个营地靠岸后，夫妻俩利用仅剩的阳光整理帐篷、生火、准备晚餐。他们还跳进湖里游了个泳，随后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，享受这段难得的宁静时光。到目前为止，这趟旅程堪称完美，正是他们两人都迫切需要的一次逃离现实的放松。第二天清晨，他们在第一缕阳光中醒来，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。马克拉开帐篷拉链，走到篝火旁，用残留的余烬重新点燃了火焰。他从湖中取水，准备在明火上烧水，而杰奎琳则走进树林去收集木柴，以维持火势。前方还有一段漫长的滑行路程，他们决定好好吃一顿早餐，并把保温壶装满热茶。当杰奎琳怀里抱着木柴时，他突然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清脆的树枝断裂声，他瞬间僵住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他高声呼喊马克，而他的回应证明他仍然在营火旁。没有发现异常后，杰奎琳继续在树林中寻找木柴。他把收集到的木柴抱回营地，又转身返回同一片区域，准备再捡一些。当他再次弯腰去捡木柴的那一刻，某种巨大的力量突然将他狠狠撞倒在地，冲击来得太快太猛烈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他惊恐地尖叫着摔倒，头部重重撞击地面，肺里的空气被瞬间挤出。杰奎琳艰难地喘息着，一只黑熊正将他死死压在身下。黑熊疯狂地撕咬着他的脸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熊爪深深撕裂身体的剧痛，也能感受到那张巨大的熊口咬住他面部时传来的恐怖压迫感。他放声尖叫，就在那一瞬间，马克冲到了他身边，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瑞士军刀，在黑熊试图将杰奎琳拖进树林的同时，纵身扑到了熊的背上。马克死死抱住黑熊粗壮的脖颈，双臂几乎要被那股惊人的力量震断。他手中只有一把小小的折刀，却在生死本能的驱使下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次又一次将刀锋狠狠刺进黑熊的身体，刀刃入肉，却仿佛刺在岩石上一般，几乎没有换来任何迟疑。黑熊发出低沉而狂躁的嘶吼，庞大的身躯疯狂翻滚甩动，试图摆脱背上的负担。下一秒，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猛然爆发，马克被硬生生从熊背上甩飞出去，整个人重重砸在地面，肺里的空气瞬间被震得一干二净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凶残，完全超出了人类的反应极限。这对夫妻甚至来不及理解发生了什么，死亡就已经扑面而来。黑熊的体型与重量近乎恐怖，它像一辆失控的重型机器，马克拼命刺入的刀锋在它厚重的皮毛与脂肪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，几乎无法阻止它分毫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黑熊的注意力从始至终都牢牢锁定在杰奎琳身上，他对马克的攻击毫不在意，仿佛这个男人根本不存在。下一瞬，他再次发出一声低吼，带着原始而冰冷的杀意，重新扑向倒在地上的杰奎琳，用锋利的利齿狠狠咬住他的身体。马克几乎是凭着条件反射爬了起来，他顾不上身上的剧痛，也顾不上恐惧，再一次不顾一切地冲向黑熊。他用拳头疯狂击打那如钢铁般结实的肌肉，同时将折刀一次又一次近乎绝望地刺向黑熊的颈部。那不是技巧，而是人类在面对掠食者时最原始最疯狂的反抗。终于在连续的攻击下，黑熊松开了杰奎琳，他没有再回头，而是拖着庞大的身躯迅速转身逃进密林深处。马克跪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那头黑熊翻越倒下的树干，黑影在树林间晃动，最终被幽深的林海彻底吞没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马克跌跌撞撞地爬到杰奎琳身边，将她紧紧抱进怀里，他的身体正在不断流失温度，鲜血浸透了他的双手、衣服和地面。他徒劳地试图按住那些撕裂的伤口，想要止住汹涌而出的血液，可伤口实在太多太深，多到让人一眼就明白，这已经不是止血可以解决的事。绝望像寒水一样慢慢淹没了他。
马克颤抖着将杰奎琳抱起，小心翼翼地把她放进皮划艇狭窄的艇底。那一刻，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异常沉重，仿佛连生命本身都在迅速流失。马克跳回艇中，几乎是用本能在划水，桨叶一次次狠狠劈开湖面，水花飞溅。他一边疯狂前进，一边撕裂喉咙般的呼喊求救，声音在空旷的湖面上回荡，却迟迟得不到回应。杰奎琳的哭喊声渐渐弱了下去，变成断断续续的喘息。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而艰难，胸口剧烈起伏，随后慢慢闭上了眼睛。马克一边划船，一边不断对他说话，近乎吼叫的命令他不要睡过去，不要放弃，一定要睁开眼睛。他不敢停，也不敢回头确认，只能不停地对着他说话，仿佛只要声音还在，他就还活着。湖岸在视野中缓缓后退，又冷漠地延伸向更远的地方。马克绝望地扫视着四周，搜寻任何可能出现的人影、船只，甚至是一点微弱的动静。然而，世界仿佛只剩下这片湖水呼啸的心跳声，以及时间冷酷流逝的声音，每一秒都像是在把杰奎琳从他身边一点点带走。尽管恐惧几乎将他吞没，马克仍然强迫自己继续前进，把皮划艇朝下一个露营点的方向拼命划去，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可他自己同样伤痕累累，黑熊在搏斗中撕裂了他手臂和双手的多条神经，留下数处深深的穿刺伤。手臂上的裂口不断渗出鲜血，顺着手腕和身体滴落进湖水，每一次用力划桨，剧痛都会顺着神经炸开，而鲜血也在悄无声息地流失，时间在极度的紧张与痛苦中被拉得漫长无比。整整1个小时后，在体力和意志几乎耗尽的边缘，马克终于在远处看见了2道模糊的身影，2名男子，一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父子，正划着一艘独木舟。那一刻，马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喊，对方终于听见了他的声音，立刻调转船头朝他全速划来。2条船在湖面上并靠在一起，动作小心而急促。父子俩协助将杰奎琳轻轻转移到他们的独木舟上，随后马克也几乎是跌进了船里。没有人多说一句话，所有人都明白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他们咬紧牙关，同时划桨，朝着未知的救援方向拼命前进。不久后，他们在远处发现了一艘浮筒船，船上有2个人。马克拼命挥手示意，成功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其中一人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医生，另一人则是一名休班警察。医生立刻展开抢救，在船只全速驶向岸边的过程中，他努力为杰奎琳止血，并开始实施心肺复苏，但一切已经太迟了，救援来得太晚。在袭击发生2小时后，杰奎琳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，甚至没能撑到被送往6米之外的公园管理处。马克随后被紧急撤离荒野区域，送往萨德伯里地区医院。他身上的深度撕裂伤需要手术治疗，医生为他缝合了300多针，并大量注射抗生素以防止感染。在医院里，他的身体逐渐康复，但内心却彻底破碎。马克英勇救妻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勇气勋章，但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勇敢。他始终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多，他无数次懊悔，如果当初对黑熊及其行为模式了解得更多，结局是否会不同？事后，受访的熊类专家对这起悲剧做出分析，指出这并非单纯的防御性攻击，而是一场掠食性袭击。那头黑熊早在远处就嗅到了马克和杰奎琳的气味，并锁定了他们的位置。当他发现杰奎琳独自一人在林中活动时，便开始悄无声息地跟踪他，始终隐藏在树林中，直到时机成熟才突然发动攻击。马克回忆说，当时他以为只要用拳头攻击，再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刺向黑熊，就足以将其吓退。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，黑熊并未逃离，反而持续攻击杰奎琳，最终造成了致命伤害。马克表示，如果当时自己能成功锁住黑熊的头部，用力将它控制住，也许结局会有所不同。他事后反思，当自己用小刀不断刺向黑熊时，或许应该直接割开它的喉咙，在它造成更多伤害之前将其彻底杀死。袭击发生后，官方立即封锁了事发地点所在的公园核心区域，并对周边进行全面搜查，试图找到仍在露营的游客，并发出警告。然而，由于进入该公园的游客无需强制登记，当局并不清楚当时究竟有多少人仍滞留在危险区域内。在安大略省，黑熊袭击事件本就极为罕见，自1978年以来，该地区因黑熊袭击导致的死亡案例仅有4起。但这一次，悲剧还是发生了，袭击杰奎琳的那头黑熊最终被官方猎杀。执法人员追踪并击毙了一只仍在附近活动、已经受伤的黑熊，那是一头年轻、瘦弱、极度饥饿的雄性黑熊。调查确认，正是他在暗中盯上了这对夫妇。
当马克和杰奎琳进入这片区域时，他抓住了机会，将他们视作一顿唾手可得的猎物。专家还指出，营养不良的黑熊极其危险，在极端饥饿状态下，它们可能出于求生本能，主动袭击人类。杰奎琳只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，他并没有惊吓到黑熊，也没有闯入带着幼崽的母熊领地。他所做的仅仅是为篝火收集一些木柴，而就在林中，那头雄性黑熊早已悄然盯上了他。一旦黑熊发动攻击，杰奎琳便再无任何反抗的可能。他所能做的只剩下等待，等待那场无法逃避的、属于他的不幸的最终折磨。